的前身就是第一军医大学，我们母校为马岗酱料大学。广东的世界公园，是不是看着很眼熟？男女同宿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亮点了。能不谈恋爱的吗？大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大家看到没有？我回到我的母校来了，南方医科大学，这里就是我生活了2年的地方。我是在顺德校区，南方医科大学的顺德校区，在这里读的大1和大2，然后在之后呢，大3和大4就回到了广州的本部。今天是我时隔10年之后再一次回来，接下来呢，我就要带萌萌好好参观一下我以前的这个母校了。我们刚刚直接就从校门口走进来的，在校门口正前方这里就有一个我以前提到的东西，照壁，超级大的一个照壁，写着南方医科大学。萌萌，你知道吗？在我们 SMU 学生的口中，我们亲切地称我们母校为马岗酱料大学。你知道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吗？马岗酱料。对，马岗酱料。为什么叫酱料啊？你不应该先问为什么叫马岗 ？OK， 为什么叫马岗？因为我们这个校区的地址是马岗大道33号，所以说也叫马岗酱料大学。为什么叫酱料呢？请看它的名字。南方医科大学，这离医科2个字是不是很像啊？酱料2个字，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就亲切地称它为马岗酱料大学了。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的这个校区吧，因为这个校区很大很大，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园林式的岭南风格的建筑，就像是一个旅游景点。这里十分大，有120万平方米。所以说是相当于一整个景区了，而且建筑十分的恢宏大气，待会儿你一定会看得目瞪口呆。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是 SMU 的学生，那么 SMU 呢全称就是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那么就是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个英文名的简称了。那么我在10年前的时候呢，我现在脚下的这一片地方，一整片地方，它都是什么都没有。镜头都装不下了。我跟大家说啊，这里是一个堪称景点级别的一个存在。如果大家来顺德不知道逛什么地方，或者其他地方很多人来南方医科大学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我们这里你会看到宫廷般的一个建筑，然后还有小桥，还有流水，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塔呀、天坛啊，我们都有。不是叫天坛，那个叫紫金坛，待会大家就看得到了。就是广东的世界公园，广东的中国公园。对，广东的中国公园。是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春华堂，春华堂也就是我们的教学楼了。这里有好几栋楼的，这里有5栋楼，里面是很凉爽的，我记得每一次来都特别的凉爽。现在是周末，没有人在上课，很大。我们每一次上课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几栋楼随便走。对，说的。因为现在是周末，然后里面的教室都没有开，就没办法给大家看教室里面了。然后这个春华堂正对的就是秋实堂了，2大块这个教学楼分布在这旁边的。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看得到这个教学楼楼顶呢是这个紫色的琉璃瓦的，这2栋楼都是。然后在教学楼正前方，看到没有？这个恢宏大气像皇宫一样的建筑呢，就是行政楼了。这个行政楼跟教学楼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所有的琉璃瓦都是金黄色的，所以说它显得特别的庄严肃穆，特别的大气，特别有皇宫气息，有没有？所以大家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就能够徜徉在整个皇宫气氛当中，是不是很美妙的这种体验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就是我们这个以西医为主的医学院校为什么会把建筑建得那么古典园林的气派呢？那是因为在西医为主的这个院校里边呢，传统人文气息会比较稀薄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在建筑方面会增加一些更浓厚的中式氛围。行政楼正前面就是国旗台，然后国旗台呢，它是位于整个学校的中轴线正中间的，这2边就是教学楼了。好 ，OK， 我们就往前去看一下，行政楼后面还有更加好逛的哟。现在来到我们学校最漂亮的景了，就是这个一湖一桥一塔。
这个湖呢叫景湖，旁边那个桥叫虹桥，这个塔呢叫凌云塔。然后每一天它的这个湖面都是很平静的，把整个景色都倒映在湖中，特别的漂亮。旁边那几座呢全都是宿舍楼，然后那个就是食堂了，有个尖尖的食堂，看到了吗？这个就是紫金潭了。这个有点眼熟呢。是看着很眼熟。它原型是原型应该是天坛吧，仿造的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紫金潭呢，它就是位于整个行政楼背后的，怎么样？是不是很特别？所以这里面是干嘛用的呀？这里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进去过。我之前看里面好像是堆放了其他的东西。哦，就这样子。其他的东西。我们学校的名字呢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没错，它的前身就是第一军医大学，是很厉害。后来呢才改名叫做南方医科大学的。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宿舍楼了，这里是第2临床医学院，也就是20的一个宿舍楼，就在前边。然后我们的宿舍楼是在旁边的，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春风山洞以前都是我的宿舍楼了，就在前边。10年前我就住在这一栋宿舍楼这里的。然后旁边这个天井呢，就是我们平时打羽毛球的地方，我就住在4楼这上边，这里被称作春风楼。我们春风楼一共有3栋的，男女同宿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宿舍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我们其实是按照这个学院划分的嘛，是说一个学院基本上都住在一起。就平时学院开会也很方便，直接到对面宿舍楼敲门，开会了，下来了。对，或者上课找人也很方便。其他学校好像是没有这样子的，都是女生跟男生宿舍分开的。对，很可惜不能进去宿舍房间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以前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这房间呢是4人上下铺的，就能住4个人，然后还有空调啊，还有独立卫浴，还有洗衣机等等，还是蛮好的。龙哥，你10年以后再回到自己母校，什么感受啊？我感觉怎么又陌生又熟悉吧？陌生就是很多新建的楼，还有新建的地方，新开发的地方我都不认识了，就没感觉。但是熟悉就是我还能找得到以前的那种宿舍楼感觉，就还是叫春风楼，还是有春风3栋。就一提这个名字，我就能以前的回忆就席卷而来。就以前我们好像点外卖也要点到春风3栋啊，或者说我们办什么活动送的文件也要送到春风3栋啊等等。所以说很多回忆其实还在的。感触万千吗？感触万千，对，真的是这样子。现在大一新生要军训喽，看他们，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军训的痛苦了。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要经过这个湖，然后湖旁边呢，这里有个凌云塔，这个凌云塔呢就是8边9层，每一个角呢，每一个飞檐它都是挂的一个铃的。凌云塔下边呢就是有这个虹桥。这个虹桥也特别的漂亮，倒映在整个湖上。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景湖了。然后整个湖景倒映出来，除了虹桥呢，还有那个叫做紫金潭，然后还有行政楼，当然还有图书馆。待会我们换到那个角度就能看到，所有的建筑它其实都是被湖所环绕着的，景色特别的美。这里就是运动场、足球场。跑步，然后还有举行运动会、军训、踢足球的地方。然后在运动场旁边，这里是篮球场，还有排球场、羽毛球场都在那一边。哎，到排球场了。对，排球场，这就是以前
前我挥洒汗水的地方，不是散发魅力的地方吗？魅力没有散发出去。以前我是我们学院的排球队员，院队的队员，我是做2传的。哦。以前就经常在这里打排球、打比赛，现在已经变成了军训的地方。军训完应该就会正式的，那学生就可以用了。背后这个建筑有5个环的，奥运环的，这个就是室内的运动场了。那么我们就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 SMU 南方医科大学的校内参观了，怎么样？基本上主要的建筑就是这些了。大家觉得 SMU 作为原来的第一军医大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的？